根据俄罗斯3月4号公开的战报，一架猎户座无人机攻击了在顿涅茨克驻扎的乌克兰第53独立机步旅艾达营的一处指挥所。3月20号，猎户座无人机摧毁了乌克兰军队一个观察指挥所。俄国防部还公布了目标探测和打击的镜头，展示无人机校准系统操作、空射导弹打击以及随后在地面上的爆炸画面。近期，俄国防部又公布了一段无人机全程监视乌克兰军队转移炮弹的画面。视频中可以看到，乌克兰军队运送炮弹的车队被俄军无人机监视，却全然不知。当他们将所有的炮弹放在一座民宅之后，无人机就对这座民宅实施攻击。分析指出，这次发动袭击的主角也很有可能是猎户座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也出动了大量的无人机对俄军展开攻势。特别是在冲突初期，经常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公开宣布使用土耳其生产的 TB2 骑手攻击无人机，攻击俄军地面部队的消息。TB2 呢，它有2种这个杀伤俄军的方式，一种是直接杀伤，因为我们都知道它自己是可以带导弹去这个发动攻击的。另外一种呢，就是间接杀伤。间接杀伤呢，就是说它作为一个侦察平台去引导这个乌克兰军队的这个火炮也好，或者说是特种部队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地面的其他火力也好，去攻击这个俄方的目标。而值得指出的是，与此前乌军高调公布 TB2 无人机战果不同的是，近期已经很少看到 TB2 进行攻击的视频。分析指出，这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是已经有大量的 TB2 无人机被俄军击落。4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公布视频显示，在一次特别军事行动中，俄军使用道尔防空导弹系统摧毁了7架 TB2 无人机。另一个原因则是乌军的机载武器可能用光了。那么我相信呢，跟它的这个导弹数量这个消耗殆尽是有很大的关系。带的这个机载的导弹呢，实际上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土耳其在支援乌克兰这方面呢，它也没有这个美国和这个其他周边的欧洲国家那么积极所以说它可能导弹呢现在剩的不多了。除了固定翼无人机，俄乌两军还投入了大量微型和小型4旋翼无人机。然而，俄乌冲突中虽然无人机的使用很频繁，但还远未达到改变战场规则的程度。重要原因在于，俄乌双方的无人机普遍存在速度慢、载荷低、机动性能差等不足，而且也没有形成蜂群作战的能力。这也导致了俄乌双方的无人机损失都很大。由此可见，现在的无人机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中高强度作战的需要。要想让无人机真正在未来战场上大显身手，不仅需要更先进的无人机，还需要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的发展。而在这方面，美国正加紧研究新的技术和新